紅杉資本說，你的技能正在變成驢。2026年4月底，全球風投之王紅杉資本在舊金山辦了一場閉門大會，只向頂級 AI 創業者和投資人開放。OpenAI 總裁格雷格·布洛克曼在場， AI 大神卡帕西也在場，但全場最炸裂的不是他们，而是紅杉自家3位合夥人的開場演講。這3位分別是投過 Snowflake、Zoom、Notion 的帕特·格雷迪，寫出過被全球 AI 投資人當作認知地圖的紅杉生成式 AI 系列的索尼亞·黃，還有投過 Xbowl、Sarah、Waymo 等前沿 AI 公司的康斯坦丁·布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今天想聊聊紅杉這場演講裡最讓我後背發涼的一個故事，不是技術細節，而是一個關於驢的故事。這段140年前的真實歷史，精準的可怕，預言了我們每個人在 AI 時代的命運。講這個故事之前，先得搞清楚一件事，紅杉在這場演講裡到底宣布了什麼？一句話 ，AGI 來了。你沒聽錯，這不是網紅博主標題黨，也不是哪家 AI 公司吹牛，這是投出過蘋果、谷歌、英偉達、愛彼迎的全球頂級風投紅杉資本正式把這句話擺到了台面上，這是第一顆炸彈。帕特·格雷迪在台上說，過去幾年我們看到的 AI 應用就像更快的馬，效率提升 10% 到 40%， 不錯，但本質上你還在騎馬。現在不一樣了，汽車來了，新一代 AI 應用能讓效率提升10倍到40倍，改變的不是速度，而是工作性質本身。接着他話鋒一轉，說出了讓全場屏息的話，請允許我們大膽說一句，我們認為這就是 AGI。 注意，紅杉用的不是學術界的定義，帕特說得很直白，我是學經濟學的，我們是做投資的，不打算給 AGI 下什麼技術定義，我們看的是你能不能派一個 AI 去完成一項複雜任務，遇到困難它能不能自己想辦法，失敗了能不能自己恢復，能不能堅持把事情做完，如果能，那对我來說就是 AGI。 這個定義的可怕之處在於它已經實現了。今天的 CLI 框 Decode、OpenAI Codex 還有各種智能體框架，你確實可以派他們去幹一件複雜的事兒，然後去喝杯咖啡，回來發現活幹完了。這不是科幻，是我每天在用的東西。我自己的 YouTube 頻道，從文案、配圖到語音合成、視頻剪輯，絕大部分工作都由 AI 完成。半年前這套流程還需要我手動盯着每一步，現在只需給個方向，智能體就能自己跑完全程。這種變化不是漸進式的，是斷崖式的。AGI 來了，然後呢？紅杉創始人唐瓦伦丁有句名言 So what？ 這一切意味着什麼？帕特的回答是，開汽車跟騎馬完全不一樣，不能用騎馬的方式開車，更不能用養馬的方式造車。如果今天還在用騎馬的邏輯做事，那就已經在錯誤的賽道上了。正確賽道在哪兒？這就引出了紅杉演講的第二顆炸彈。帕特·格雷迪緊接着給出了一組讓人倒吸涼氣的數字。過去30年，整個硅谷，整個 SaaS 黃金時代，所有創業者爭搶的是一個6500億美元的軟件市場，這已經很大了，對吧？但他說 AI 時代真正的金礦是10萬億美元的服務市場，10萬億是軟件市場的15倍。為什麼過去的技術革命碰不到這個市場？因為服務需要判斷、推理、長期跟進，以前只有人才能做，但現在智能體可以了。律師審合同，會計查賬目，醫生看片子，分析師寫報告，這些不再是 AI 在旁邊幫人提速，而是 AI 直接把活幹了。他還用一個對比讓所有人窒息，僅美國法律服務這一個垂直行業，規模就達4000億美元，一個國家一個細分市場的體量，就抵得上過去整個軟件市場的一大半。所以紅杉的核心判斷是，服務就是新的軟件，過去賣工具，未來賣結果。如果還在做一個 AI 幫人提速 30% 的產品，那就是在錯誤的維度上競爭。真正的賽道是 AI 直接替代服務本身。感受一下這個邏輯鏈條，過去找律師每小時收費$500，其中$400是在為他大腦裡的法律知識付費。但如果 AI 能在3秒內調用同樣的知識，甚至更多更準，你為什麼還要按小時付費？
你付的不再是知識的價格，而是信任的價格。而信任這東西，一旦 AI 準確率超過人類，也會被重新定價。第三顆炸彈更狠，索尼亞黃說了句金句：未來你能想象出來的，需要100年才能建造的所有東西，在今天可以在100天內完成。100年的進步壓縮到100天，聽起來像雞湯，但他緊接着列了3個真實案例。第一個是代碼編輯器 Z 創始人內森索伯，他用一個假期，一個人靠 AI 編程工具完成了一個原計劃要做3年的項目，3年工作量，一個人一個假期搞定。這不是提效 30%， 是把時間維度壓縮了100倍。第二個是 Sierra 創始人布雷特泰勒，這位前 Salesforce 聯席 CEO 用一個週末重建了整個公司的核心系統，就一個週末。第三個是 Notion， 6週內用 AI 重寫了整個產品代碼庫，規模達800萬行。AI 出現之前，高效工程師1年也就寫5萬到10萬行。Notion 6週做的事兒，抵得上一個大型團隊3到5年的工作量。把這些被壓縮的時間表疊加在一起，事情就變得真正可怕了。如果一個項目壓縮100倍，團隊同時做10個這樣的項目，每個項目再調用100個智能體，那不是100倍的速度提升，是10萬倍。現在你應該能感受到為什麼紅杉說汽車來了。但整場演講最讓我心裡一沉的是康斯坦丁·布勒講的那個故事。1884年，美國剛建好華盛頓紀念碑，那是當時全世界最高的建築。為表達最高敬意，美國人決定在碑頂鑲上一塊當時全世界最珍貴的金屬，重100盎司。這塊金屬太珍貴了，安裝前專門送到紐約曼哈頓蒂芙尼珠寶店，在櫥窗裡公開展示了一段時間。市民排着隊去看，有人甚至俯身跨過它，炫耀說：“我從華盛頓紀念碑尖頂上跨了過去。”聽到這兒，你可能在猜：黃金、白金、鑽石？答案是鋁。對，就是今天你用來包剩飯、裹三明治、做易拉罐的那個鋁。1884年時，鋁的價格和白銀不相上下，它是地壳中含量最豐富的金屬元素之一，但人類沒法把它從礦石裡高效提取出來，所以它貴得能跟白銀平起平坐，珍貴到要放在蒂芙尼橱窗裡展覽。然後1886年，就在紀念碑建好2年後，22岁的年輕人查爾斯·馬丁·霍爾發明了電解法。他在實驗室裡把氧化鋁溶解在冰晶石中通電，2小時後，鋁就從礦石裡分離了出來。這個發明徹底改變了鋁的命運。幾十年內，鋁從蒂芙尼櫥窗裡的珍寶變成了包糖紙的材料，用完揉成一團扔進垃圾桶。康斯坦丁講完這個故事後，說了句讓我脊背發涼的話：鋁就是智能，電解法就是 AI。我們正在進入這樣一個世界，過去花10年、20年才能學會的博士級技能，未來可以被瞬間召喚出來，用完之後直接揉成一團扔掉。想想這意味着什麼？如果你是律師，花了7年學法律；如果你是醫生，花了10年學醫；如果你是金融分析師，積累了15年行業經驗，你以為這是護城河，以為別人搶不走，但鋁也曾這樣以為過。鋁曾經貴得比肩白銀，曾站在華盛頓紀念碑頂端，然後一個22歲的年輕人花2小時就徹底改寫了他的命運。這不是危言聳聽，是被歷史驗證過的規律。當一種稀缺被技術徹底解決，它就不再值錢。煤油燈被電燈取代，馬車被汽車取代，長途電話被互聯網取代。每一次人們都說這次不一樣，我的技能不可替代，可每一次技術都沒在乎人們怎麼想。只是這一次被技術解決的稀缺不是某種物質或能源，而是人類引以為傲的智能本身。不妨停下來想1秒，你現在做的工作裡有多少是在販賣大腦裡的信息差？有多少是靠比別人多看過幾本書、多處理過幾個案例來收費？如果這些信息差3年內被 AI 填平，你還剩下什麼？康斯坦丁還講了個細節：2006年 NASA 要為一顆衛星設計天線，傳統天線是工程師畫的，幾何對稱，線條優美，是人類審美和物理學的完美結合。但那次 NASA 說，
讓計算機來設計。他們用了一種進化算法，讓程序自己去試錯、優化、演化。結果計算機給出的天線歪七扭八，毫無對稱性，看起來就像一根被揉過的鐵絲。沒有任何工程師會畫出那種東西，但它的性能比傳統人工設計的天線好得多。2006年3月，這根由 AI 進化出來的天線跟着衛星上了太空，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由計算機演化出來真正飛上太空的硬件。康斯坦丁說，當我們把認知交給機器，得到的結果可能完全不符合人的直覺。AI 不會像我們一樣思考，它有外星人的設計語言。這句話讓我想了很久。我們總下意識用人類審美評判 AI 產出，好不好看，像不像人寫的，符不符合經驗。但進化算法設計的天線告訴我們，最優解可能根本不在人類認知版圖裡，那根歪七扭八的鐵絲就是比人類最好工程師設計的天線性能更強。這背後藏着更深的道理。人類設計為什麼追求對稱？因為大腦喜歡对稱，對稱讓人覺得安全、穩定、可預測。但宇宙不在乎你的大腦喜歡什麼，最優解是物理定律算出來的，不是人類審美投票選出來的。當你把認知從人腦卸載到算法上，得到的東西可能讓你完全看不懂，但它就是更好。聽到這裡，如果開始焦慮，別急。康斯坦丁在演講最後留下了一段讓全場安靜下來的話。他說，過去幾萬年的人類藝術史是一部不斷追求寫實的歷史，從洞穴壁畫到古埃及壁畫，從古希臘陶器到文藝復興油畫，人類花了幾萬年把畫畫得越來越像。然後1839年攝影術出現了，一台機器1秒鐘就能做到人類幾代畫家花一輩子練成的技能。當時全世界都在說繪畫完了，藝術死了，機器比任何人都畫得好。聽着是不是很耳熟？跟今天關於 AI 的討論一模一樣。但後來發生了什麼？人類不但沒放棄藝術，反而重新定義了藝術。畫家們問自己，藝術的目的是捕捉眼睛看到的東西，還是捕捉心和靈魂看到的東西？於是印象派來了，表現主義來了，立體主義來了。這些全新藝術形式是人類对那場技術革命最偉大的回答。攝影沒有殺死藝術，殺死的只是寫實主義。藝術的疆域反而因攝影的出現被炸開了。康斯坦丁最後引用了2500年前古希臘哲學家普羅塔戈拉的一句話：人是萬物的尺度，沒有任何東西在真空中對人類有價值，不是鋁，不是藝術，也不是智能。他們之所以有價值，是因為人对他们的體驗。然後他說出了我認為整場演講最有力量的一句話：AI 能做工作， AI 會做工作，但只有人類的連接能給你一個去關心的理由。10年後工作會截然不同，一切都會劇烈變化，但有一件事不會變，今天你和身邊那個人建立起來的關係會一直延續下去，那才是你回頭看時覺得真正有價值的東西。我做了10幾年天使投資，見過無數次技術浪潮沖刷人類社會的樣子。每次浪潮到來，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都是恐懼，怕被淘汰，怕技能貶值，怕在新世界找不到位置。這種恐懼真實且合理，但恐懼從來不是正確的行動指南。紅杉這場演講給我最大的啟發，不是10萬億美元市場有多大，不是100年壓縮到100天有多快，而是鋁的故事裡隱藏的最深教訓。鋁從珍寶變成垃圾，不是因為鋁本身變了，鋁還是那個鋁，化學式沒變，物理性質沒變，用途沒變，變的是人類獲取它的成本。當獲取成本從天文數字降到幾乎為零，稀缺性就消失了。價值不在於事物本身，而在於稀缺性。那在 AI 時代，什麼是真正稀缺的？知識不稀缺了， AI 比你記得多，查得快；推理不稀缺了， AI 比你算得準，想得全，甚至判斷都在被 AI 侵蝕，因為 AI 見過的案例比任何專家一輩子見過的都多。那什麼是 AI 做不到的？什麼是永遠不會變成鋁的東西？我覺得康斯坦丁已經給了答案，是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，是你在乎什麼，是你和誰在一起，是你體驗過的痛苦、喜悅、困惑與領悟。AI 可以生成1萬首情詩，但它沒愛過。AI 可以分析1萬個商業模式，但它不會為一個產品失眠。
AI 可以模擬同理心的語言，但它沒經歷過失去。你的稀缺性不在於頭腦裡裝了多少知識，而在於你是一個活過的人。我看到過一個比喻，恐懼 AI 取代人際連接，就像恐懼計算器取代數學家。計算器取代的是算術，不是數學。這句話說得太精準了。AI 取代的是認知中機械的部分，是那些可以被編碼、壓縮、批量複製的東西。但人與人之間的理解，深夜裡突然想通什麼的瞬間，第一次當父母時胸口湧上來的那股東西，這些不是數據，是存在本身。我經常說，所有學問都是法，科學是法，佛學是法，哲學也是法， AI 也是法。法的功能是渡河，不是收藏。聰明人不會執着於法本身，而是看向對岸。紅杉說汽車來了。好吧，汽車來了，你是繼續抱着馬鞍不放，還是學開車？或者乾脆想清楚一個更根本的問題，你到底要去哪裡？你覺得在 AI 時代，什麼技能永遠不會變成驢？我很好奇你的答案。我是王立杰，我們下期見。